你的未來值得期盼。生命中有一門必修課，叫做學會說再見。我們往往以為抓住現在不放手就是对未来的負責，但事實是，唯有當我們願意向過去告別時，才能真正對未来點頭。不要把當下的現狀誤認為是永恆的常態，因為每一個階段的結束，其實都是為了開啟一個更充滿可能性的新篇章。一個關於跨越的故事，有一個人曾面臨人生最艱難的抉擇，他必須離開生活了數十年的家鄉，去往一個完全陌生的城市。出發前，他跪在床前痛哭，內心充滿了對未知的恐懼。他熟悉家鄉的空氣，親友的笑臉，甚至那輛開了很久的老車。對他而言，那個舊有的自己是唯一認識的自己。他完全無法想象在陌生的土地上，自己会变成什麼樣。他帶着一張昂貴的單程機票坐上飛機，在極度焦慮中出發。然而，就在看到航線圖指向目的地的那一刻，他內心的恐懼突然轉化為一種莫名的興奮。他意識到，雖然熟悉的過去正在消失，但生命中那個更高的呼召從未改變。到達新城市後，他從最基礎的工作做起，最終在那裡發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、更廣闊的生命舞台。我們從中領悟到了什麼？第一，不要混淆現狀與常態。我們很容易習慣於當下的生活節奏，並將其定義為正常。當改變發生時，我們會本能地感到不正常，甚至恐慌。但實際上，那只是生命在提醒你，現在的季節已經結束，下一個季節正在到來。第二，變動中存在不變的支點。環境會變，人際關係會變，甚至我們的身份也會變，但那個在深處引導我們的力量是恆久的。當一個人失去生命中的導師或依靠時，如果不去追問那個人去了哪裡，而是去思考支撐那個人背後的信念和力量在哪裡，他就会發現，那種力量從未離開，只是換了一種形式存在。第三，放手是成長的入場券。我們常常因為不敢想象沒有某種依靠的未來，而拼命想要留住已經走遠的人或事。但就像故事中描述的那樣，唯有撕掉舊的標籤，才能承接新的使命。我們應該如何行動？我们要練習主動告別，誠實地面對那些已經不再適合自己的圈子，舊有的負面習慣或已經失效的情感。不要在那些已經枯萎的事情上浪費太多精力。其次，停止無謂的搜尋。很多人會花費數年時間去試圖找回已經失去的東西，但這往往只是在浪費生命。如果有些東西已經消失，那通常是為了騰出空間，讓更好的事物進來。最後，重塑你的想象力，不要讓你對過去的記憶限制了你對未來的想象。你應該帶着一種敞開的、期待的姿態去生活，而不是時刻保持防衛。要相信，未來並非因為失去了什麼而變得空洞，而是因為有一個貼着你名字的全新機會正等在前方。